一看，泰国第一腿王欺负中国拳王酷刑者顾辉，连续的扫踢险些把顾辉的胳膊当场踢断。幸好顾辉早有防备，屏住了他那一波接一波的腿法猛攻。欺负顾辉的下场就是被以牙还牙打晕过去。小虎铁银环为顾辉报了大仇。然而泰国第一腿王并没有因此而老实，则是持续向顾辉集团发起强烈挑战，踢断顾辉胳膊不算完，还想打废顾辉大弟子，以此来宣示主权。既然如此，顾辉也没必要继续选择忍让。胡正是顾辉集团最能打的一位搏击选手，以猛打猛冲不计后果的火拼著称，最引以为傲的战绩便是一晚 KO 2位泰国拳王。至此，胡正成为了泰国第一腿王的首要攻击目标。简单介绍一下泰国第一腿王，他叫辛当，是泰国鼎鼎大名的腿功大师。很多选手明知道他的腿法很厉害，在比赛期间有很多的躲闪和刻意的躲避，但还是很难逃脱被辛当踢报废的命运。殊不知，这一次辛当却踢到了一块大钢板。年轻小伙子胡正会让辛当清楚认识到中国力量和中国搏击不可估量的勇猛。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胡正的精彩表现。率先发起猛攻的那位叫胡正，比赛一开始就被压制的那位叫辛当。局势很明显也很清晰，很快胡正就把辛当按在了地上疯狂摩擦。已经是这个太熟悉了，他几乎把这个中国的擂台当成他的事业发展。我没想到他依然还留在中国。哦，胡正刚刚这一波换拳非常漂亮，辛当被称之为最硬的男人，但是胡正也不差呀。是，小霸王今天开场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是的。胡正这种压迫性的打法，也让辛当非常的难受。好，步步紧逼。好，高扫踢，近身顶膝。你看这个辛当，胡正的3板斧对辛当貌似没有什么大用，持续的攻击非但没有给辛当制造太多困扰，并且还会让辛当以这个借口对胡正发起猛烈反击。不过辛当很快就被警告了一次，频繁的搂抱虽然可以限制住胡正的猛烈攻击，但这个行为是违规行为。裁判对辛当进行了非常严肃的警告。辛当要注意啊！胡正的这种快节奏的拳法压迫啊，让辛当在这一个时段内也是有点反应不过来。硬汉辛当也是这个泰国伦皮尼的老人了，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头，辛当这些年一直被视作类似泰国第一腿王可不是闹着玩的，再加上他那超级强大的身体硬度，一般普通的进攻根本就奈何不了辛当。胡正就是不信这个邪，频繁的攻击时时刻刻都在攻击着辛当的身体，奈何辛当的身体状态就像是石头一样稳如泰山，无论挨到多少攻击，辛当都能保持正常报价往那一杵。他的对手防守的一条手臂啊，直接断掉，好狠。由此可见，他最硬的这个称号绝非浪得虚名。但是胡正年轻啊，胡正年轻，现在24岁，正当年，正是最狠的时候。来，我们看一下两个人到底能打出怎么样的火花。是。胡正其实胡正的打法非常的单一单调，只需要多加防范辛当的腿法进攻即可，剩下的就交给胡正的猛烈攻击。奈何辛当的身体就像是石头，胡正就算是使出全力，那也很难给辛当制造麻烦。无奈之下的胡正只能先压制住辛当，再想办法。暴性打法，但是辛当的这种高扫啊，也是非常快、非常冷的。胡正现在一直死咬住不放，就是不给辛当机会和空间。拳法和经验同样老道的辛当，他现在的打法毫无疑问眼镜蛇式的打法。辛当在中国擂台发育的时间比在泰国擂台发育的时间还要长。在泰国擂台有了名气之后，他迅速来到了中国擂台，并在中国擂台站稳了脚跟，最起码和上百名中国选手交过手。至此，他对中国选手的打法非常了解。就是因为太过了解，所以顾辉才派出搏击新秀胡正出场，试图用新颖的战术打法来击破辛当对中国擂台的统治。撑得准，非常具有压迫性的打法。第二回合一开场继续，迅速凶猛。是，但是不知道我现在担心啊，胡正的体能储备会不会有问题？毕竟辛当的这种抗击打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如果他这一轮狂风暴雨一样的攻击能给这个辛当大叔造成伤害，那么你就辛当的战术打法属于老式作战计划，并没有新血液的加入，很快就会被胡正破解并完成单方面突破。其实辛当的打法也是极为单一，有进攻距离就用扫踢来给胡正制造麻烦，没有进攻距离就在内围缠斗中给胡正施加压力。年轻小伙子怎么能遭受住长时间的摧残？很快就因此而降低了进攻攻势。
好，继续。好，继续的密集拳法进攻。加特林一般的拳法。击腹。好，还有。没错。降低进攻攻势并不是因为惧怕兴当，而是选择保存实力，持续与兴当展开抵抗。既然兴当的身体状态是打不动击不破，胡正只好选择与兴当打持久战，在保存实力的同时，还在持续猛压兴当内围做动作，尽量不给年龄偏大的兴当任何喘息的机会。无奈的兴当只能利用比赛规则的空档频繁实施搂抱。兴当打断胡正进攻的节奏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有效，这很吓人。也可以看到兴当脸上的表情啊，非常的轻松。因为过频的搂抱被这个场上的裁判王源野。比赛规则的空档并不是谁都可以钻的，兴当很快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张黄牌并没有影响到兴当的综合发挥，毕竟他的胜利方式是把对方给 KO 掉，并不会因为点数优势获取比赛胜利。以腿法进攻为核心的兴当此时此刻十分忌惮胡正，在内围对抗根本不敢小瞧胡正的一举一动，生怕在违规一次2黄变1红被罚下场。打兴当，轰击兴当的头部，轰击兴当的躯干。但是兴当作为被称为最硬男人的战士，他的硬度也绝非浪得虚名，他的抗击打，也绝对够看。是的，我们从多元化、多角度去来观赏。兴当的腿法进攻给胡正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还有他那超强的抗击打能力，让胡正陷入了危难之间。尽管胡正的进攻欲望很强烈，进攻攻势也很猛烈，那也很难突破兴当的防线，直捣黄龙。顾辉都差点被兴当踢断胳膊。再说了，胡正是顾辉的徒弟，自身的实力必然没有顾辉丰厚。即便如此，胡正依然是使出全力与兴当保持对抗，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的。那当然了，你像这种火力密集度，你的弹药储备还够吗？是。好的，2轮狂风暴雨进攻之后的胡正能看出来略显疲态。没错。你看他的气息啊，就没有大叔稳了。没错。在比赛期间，尽管胡正不占据什么比赛优势，但他的谋略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胡正明知道他不是兴当的对手，但他依然是选择冒死一试，大不了被泰国第一腿王踢晕过去。那他也不想让兴当一直在中国擂台狂下去。此时已经到了比赛最至关重要的时刻，考验胡正勇气和担当的时刻到了。时机抓得不错。标志性的命案扫。兴当的搂抱行为确实减少了不少，与此同时也给兴当带来了噩耗。频繁的腿法进攻让胡正发现了很大的漏洞，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反攻机会。只要能抓住兴当踢腿的瞬间发起猛烈攻击，那么等待兴当的将会是重拳打晕。就算兴当的抗击打能力很强，挨到重击的他也会出现短暂萎靡或者是精神不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点，兴当啊，作为一个国际名将，对，能有机会和他一战，如果能打得好看、打得漂亮的话，真的是能一战名扬天下。好的，胡正，希望这一战真的能够载入史册。是。推开，对于年轻的选手而言，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此时的胡正也在不断寻找合适的进攻机会，时时刻刻都在使用试探进攻迷惑兴当，以至于让胡正的出拳出腿的频率下降了不少，防守也逐渐被兴当摧残。胡正真要是再不发起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波猛攻，恐怕胡正真有可能坚持不下去，被兴当踢晕过去。说一啊，不愧是兴当，吃到这么多重拳，到现在为止，跟没事似的，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这种大叔就好像咱们平时遇上喝酒的酒友，赎罪，
你甭管打他多少下，他都是这德行。对，甚至他的面部表情表现得非常放松，更甚至还带着一丝戏谑啊，就让你看着挺可气的。没错，但是呢，你面对他的这种逐渐扳平比分的兴当有点过于自信，很快他就放弃了防守，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主动出击上面。这个时候就是胡正最好的反攻时机。别看比赛时间就剩下几十秒，胡正照样可以做到光速秒杀终结 KO。这是狠狠的打脸呀！刚刚说到兴当的硬度，胡正一拳。最终胡正获得了比赛胜利，成功为顾辉报了仇，并且还抑制住了兴当后续在中国擂台的发展。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胡正打几分？